這些行人他們騎摩托車是可以過來的啊。这裡有棵樹遮擋了，先把它給刪了。刪了以後，我們得研究一下啊，這個社會上的車輛怎麼讓它過來，能不能從這兒架一根天橋？哎，我們看一下能不能連接啊。啊，可以連接。那這樣连接的話，這棟大樓裡面的犯罪行為很快就會消失的。然後我們來到前方啊，我去，不來了吧？這裡又堵車了。檢查一下啊，我們找一下這個源頭在哪裡。這是一個木材的運輸車，這是一個油罐車。目前來說，這個堵車的原因有一半的因素是旁邊的工業區。我們把這個工業區呢再次的稍微調整一下。由於現在人口已經9380了，我們可以解鎖了貨運火車站。把貨運火车站連接了以後，有一部分車輛就不會再走高速了。我們先把它放在這個位置，然後呢，再打開這個火車的軌道。這高度好像是有點衝突的。哎，我們找一個節點，先讓它通車。這個角度應該沒有問題啊。上方的節點呢，該抬高的地方還需要抬高一下。啊，跟隨地形了，無所謂了，就這樣吧。那麼這個貨運火車站的話，水電也不用連接了，應該沒有問題啊。正常運營，把遊戲加速一下。火車應該可以到來，去檢查一下這個火車道它是不是一個斷頭路。左右這邊通過一個隧道，左邊通過一個橋梁。哎，我去，將貨物運輸至其他的城市，負載量100%。火車已經通車了啊，我們不用再關心了。現在先來到這兒，我們檢查一下啊，有居民需求了，那麼我們可以打開自定義的房子，把這個房子呢先通過湖邊的位置先放一排。OK， 中間的房子再移動一點點。那麼在旁邊呢，我們是可以放一點點小型的植物的，把這個空隙先給它填滿。後方呢，這個位置可以放一些高一點的房子。高密度住宅區，這個房子太醜了，看一下效果，這樣會不會有點太高了？但是我現在沒有訂閱比較好看一點的房子，這個房子呢和我們國內還是比較相似一點的，是吧？每個房子也可以解決177個家庭，那作為經營是沒有問題了。這個地方先不造景啊，我們先把這個人口給快速的提上來。然後自定義建築啊，自定義建築裡的商業的話，现在我好像訂閱的也不是太多，就用它吧。職位數量35啊，我們可以先放這一排。OK， 大型城市又可以解鎖了一塊地皮，那說明我們現在發展的速度是正確的。這個房子呢，工人不足，2名受過度教育的工人。也就是說，這個房子呢，它需要的是一部分受小學教育的市民。那給他點時間啊，畢竟這個學校剛建設好。等這個學校完全建好了以後，這裡基本上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了。怎麼有這麼多人呢，大哥？接下來就剩下旁邊填空的問題了，找一下獨特建築吧。先放一個啊，看一下效果。你看這個樓放置了以後，旁邊如果說再放一些高樓，就顯得有點密了。我們找一下這個獨特啊，不。我們找一下這個公共交通啊，這個是廈門的一個公交車啊。首先是這個朝向的問題，你看啊，哎，我們先這樣放，然後呢，哎，這個位置放這個，哎，這個位置放一個公交車，感覺挺好的。唯獨旁邊的這個道路不是太好連接了。那麼我們研究一下，如果說把旁邊的這個道路給拆了的話，好像這個弧度就連不好了。來，我們先試一下啊，把這段道路給拆了。拆了以後，我們把這個建築呢這樣連接。但這樣放置了以後，哎，我怎麼突然感覺它中間又空了起來啊？肯定是不对的。本來在這兒放公共交通呢，一部分是為了把這個空地給利用起來，然後呢這樣一搞，這空地好像又多了起來。然後我們再放建築的話，這個區域就會很難看啊，特別难看。再找一下其他的交通啊，公交車不行了，那麼我們一樣一樣的排查，無軌電車、電車、地鐵。地鐵的話，地鐵也太小了，大哥，地鐵特別小。火車站不行，船運，哎，你看這麼一個空地啊，我們在這放一個船運，
開個玩笑啊，怎麼可能放得下來啊？我的舌頭快疼死了，上火啊，最近上火了，說話的时候有點困難。那麼现在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這裡先不管它了，等後期我想起來以後再說，是吧？左邊我們還是發展人口，這個地圖最後到完結的時候，如果說人口能夠達到幾十萬最好，實在達不到的話，就當我什麼都沒有說。看一下啊，11000的人口，12000的人口可以買一塊地皮。那麼我們買這塊啊，我也是徵求一下大家的意見，大家如果不說話，那就当大家同意了。我們開始正式的啟用 CSU2 的道路。目前可以參考的地形不多，我們就沿着剛才新修的主幹道這樣去繪制。這個深谷甚至還可以把它變得更低一點。我們找到這個護岸啊，用這條可以走路的護岸呢，我們先這樣往前拉伸，開一個強制以後，其實這裡是可以做的立體起來的。你看啊，再找到一個高度，比如說我們以這個高度為基準，看一下能不能再降一點啊，讓它稍微分明一點。差不多了，就這樣啊。把這條護岸給圈起來，然後再对齊一下高度。OK， 对齊了以後再讓它連接。現在看起來差不多了，我感覺這個時候挺有意思的。你看，我們這個地形中間有一個小山谷，可以把這個山谷給留起來，其他的位置呢，都根據我們護岸下降的這個高度，把它繼續做平整。我們先找到這個盆地，然後呢，這個水源可以先放置一個 0.002 的水往低處流，把游戲加速一下，3倍的一個速度。它流去的地方只要說不影響旁邊的盆地，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。我怎麼啞了？砍樹，把這幾個懸空的樹木呢先砍掉啊，違反了這個大自然的一個現象。你看啊。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細節，這條護岸呢，它其實可以當成馬路使用，有部分市民是可以在上方行走的，和我們後方的城市隔絕在一起，是吧？我們沿着這條海岸線呢，先規劃幾條邊緣道路。然后我們來觀察一下，1樓和這個2樓的道路是沒有連接的，直接去連接的話，它有一個坡道的問題。我們可以從這片空地上呢，再增加一條主幹道。從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打一條麻花，1、2、3，逐步的把它給升高，然後再讓它越過去。由於 CSU2 它沒有辦法直接這樣連接，所以我們需要讓它先越過這條主幹道。檢查一下高度的話 ，OK， 高度沒有問題啊。然後通過這個位置呢，我們再讓它轉下來，上下2層、3層，後期我們再把這個廈門公交給延過來。那麼現在這條道路就比較好做了，基本上這個區域就成了。做高樓之前，我們來到村莊裡面啊，村莊裡面有一條路還沒有延過來，4車道公路，從這兒開始吧。兩地現在這個路網已經畫好了，這樣吧，發揮一下大家的想象力啊。現在有一個階梯的地方，下方我是打算做公園的，上方的話可以發展一些高樓。大家有什麼想法可以在評論區留言啊。今天我舌頭太疼了，錄不下去了。